讲一下我最近在操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我的笨猫跑出去打架，竟然严重到要开刀啊！气死我了！这个故事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蛮那种无厘头的，因为我们家的哥哥猫它叫做 Weasel。它是一只流浪的猫咪，以前是一只流浪过的猫咪，所以它对户外有极大的兴趣，然后也可以说领域性很强。我每搬一次家，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它总是会想办法偷溜出去，寻寻绕绕啊。然后我这次搬家也不例外，甚至可以说更方便它逃跑，因为我这次住在2楼，它可以很轻易的跳到大马路上。以前我住在4楼的时候啊，它顶多就是可能在遮雨棚或者是3楼的屋顶闲晃，因为它也不会接触到其他的动物或是跳到大马路上。我其实那时候蛮放心让它出去的，但我这次搬到2楼的时候啊，我心里就想，完蛋，这个臭小子他一定会给我跳下去。可是因为1楼真的太危险了，它就有很多其他的猫猫狗狗啊。第一个，我不确定它们身上有没有细菌、病毒、寄生虫这些；第二个，车子会经过，所以我真的不太敢让它出去。除非我陪他们一起在我们家1楼的小庭院在那边散步。那这次让它逃跑的过程，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只野猫，然后我都叫它霸王猫。它是一只橘白猫，头很大，体型也很大只，看起来就是霸气十足，然后眼睛细细的这样。它好几个晚上也曾经跑来我家和我家 Weasel 吵架，然后他们吵架的声音真的很吵，就是喵喵喵。真的很吵，然后我要赶快把那个霸王猫赶走，因为我觉得这邻居绝对会被影响到。但是霸王猫它真的很坏，它有一次被我赶走之后，结果隔天起来发现它在我的那个阳台上面喷尿，警告意味真的十足，把它的尿味留在我们家这样。这个事情就发生在1个多月以前哦，你们看，1个多月的伤到现在就还没好，你们就知道有多夸张，真是很莫名其妙。房间的窗户都会打开，Weasel就会站在那个窗户边看着窗外。那天晚上啊，Weasel也是一如往常的就在窗边凝望着远方。突然呢，被一阵猫叫声，半夜2点哦，我被那个猫叫声吓醒，原来霸王猫又来了。然后我想说不行，我要赶快把它赶走，所以我就打开阳台的铁门，因为外面其实还有一盏纱门。然后我想说，隔着这片纱门对着霸王猫吼叫，要把它赶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臭Weasel竟然直接冲破那个纱门，跳到隔壁邻居的屋顶。然后我这个时候再马上跳出去，我要赶快把Weasel把这笨猫叫回来。结果霸王猫看到我出来，它马上跳走了。然后这个笨猫它不知道干嘛，它就迅速的跳到1楼。然后你知道跳到1楼，我整个人都还没有醒来哦，迎接而来的就是凄惨的打架声。我愣在原地，心想完蛋了，因为我们家笨猫一定又被打趴在地上，我要赶快下去找它。结果不到2秒钟，就没有打架的声音，然后只剩下我家那个笨猫凄厉的哭声，就哇哦哇哦哇哦！我想说，怎么样？要打输了吧？然后我要赶快下去找他，结果他还给我躲起来哦，他躲在那个路边的车子底下，他怎么样也不会出来，还一直生气，他就看到我的手过去勾他，就是就是这超生气，然后我真的整个人恼火。半夜2点打扰我睡觉，然后还这么弱就打输，现在又不给我回家，我真的是超级生气。然后我就一直大吼大叫，叫他赶快出来。我想这时候应该整条巷子都知道我们家有一只笨猫跑出去打架，然后打输还被主人骂吧。后来反正我就是死拖活拖，我就还趴在地上把它拉出来抱它回家，因为我那时候就也不想管它，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就是会受伤这样，我回去睡我的觉。结果隔天起来我就看到这只笨猫就掰咖了，然后我真的就脑中无限个白眼。可是我真的就也是很心疼啦，我马上检查哪里受伤，我就看到他的左手的大拇指指甲是整根剥落，然后那个血就是像一个从那个吸管，因为你知道他们猫咪的指甲是很像一个吸管那种圆柱形的，然后它那个血就很像从吸管流出来这样喷出来，那我就想说
好吧，可能就只有这个伤吧，可能他就是因为这个伤口然后那边白卡，因为我没有再看到其他的伤口或是他骨折，所以我就先帮他敷药，然后我想说好，等时间过后应该就好了这样子。可是过了1个礼拜，他还是一直白卡哦，我就再继续检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原来才发现他左手臂的内侧还有一条非常非常细的爪痕，大约0.5公分。看起来就是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伤口让他整只手发炎肿起来。然后我先擦药，然后安排我姐的门诊，然后带去检查一下。因为这几天其实也不见起色，因为检查那天才发现，伤口虽然小小的，但感染的范围它已经扩散了，所以我们就先让他吃抗生素，想说，可能会抑制一下，让他好起来这样子。如果没有好，就要开刀了。好，果然吃了大概2-3天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我们还是直接开刀吧，因为真的完全没有用，所以我马上就安排清创。马上手术的时候，我姐她一掀开那个烂掉的皮，然后就一直喊好臭，好恶心，然后我就说，你这个兽医，你给我专心一点开刀，因为它本来只是一个0.5公分的伤口，0.5公分真的超级小，然后它现在清创，它变成直径是4公分的圆形，然后你知道吗？4公分圆形超大的，它把那个皮缝起来的过程真的是超级麻烦。因为它范围太大，那皮根本缝不起来哦，最后还用皮钉，用像订书机一样把皮给钉起来。然后因为他那天晚上，我想说他整个太严重，我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在家里好好的照顾他，然后加上我还有工作，所以我就让他住院1个晚上，留院观察。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你这笨猫，你真的是就为了这2秒钟的时间，然后搞到自己受这么多苦，但你到底值得吗？跟你说，就是步行出门的，外面很危险，你就是不听话，硬要逞英雄，就是现在自己很可怜。我才觉得我现在这个主人根本就是最可怜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最近在心烦的事，因为你看到自己的宝贝受伤生病，真的会很难过。但我家这只猫也是，就是欠教训啊，就活该。然后我想要额外的跟各位饲主讲一下，因为像是我们家猫咪这次去开刀，然后它的伤口很长一条，那其实对很多饲主来说会很怕要照顾这些伤口，尤其是你的猫咪母狗啊母猫去结扎之后，它的肚皮会有一道非常长的那个缝线，那我要怎么样照顾这个缝线？因为你那个缝线，你只要把它拆开，它肚皮就爆开了。